男人身上真的有个欲望开关吗？一个不用花钱、不用吃药，只要用对方法就能启动的开关？这个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像武侠小说，或者是一些深夜电视广告的夸张说辞。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秘密是出自一位非常权威的专家之口呢？嗨，我是 Suki。作为一个长期关注两性关系的专栏作家，我发现男人和女人之间总有一些想问却又不敢问的秘密。今天我就想站在一个女性的角度，温柔的、坦诚的和你聊一个男人最关心却也最容易走错路的话题：如何由内而外真正的提升自己的能量。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所有资讯的来源。说这话的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也不是哪个网络红人，他是一位医师，而且他的身份非常特别，他不只是一位西医的泌尿科医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门处理男性各种生理问题的专家，同时他还拥有中医师的执照。请你先停下来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想象一下，一位医生，他能看懂最先进的仪器扫描出来的你身体的精密数据报告，同时他又能闭上眼睛，用几根手指就感受到你经络里的气血是通畅还是淤塞。他既懂得西医讲求的组织与结构，又懂得中医传承1000年的能量与流动。当这样一位同时站在现代医学和古老智慧交叉点上的专家来告诉我们，男人身上确实存在一些可以启动能量的开关时，你觉得这个资讯的分量有多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支影片的含金量所在。我们将要揭开的正是这位双执照专家所认证的一套不花钱、不吃药，仅透过按摩身体上几个特定穴位就能有效提升男性功能与欲望的秘密方法。所以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最高能、最关键的那个终极穴位，我会放在影片的最高潮部分揭晓。在揭晓这些神奇的穴位之前，我们必须先建立一个共同的认知：这到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按一下肚子或搓一下后腰就能影响到男性的核心功能呢？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悬？完全不悬，而且非常科学。这就要提到中医里一个我们都听过但可能不太理解的概念——经络。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极其精密的国家，而经络就是遍布在这个国家内部那些看不见的能量高速公路。血液、营养、能量，也就是中医说的气，每天呢都在这些高速公路上奔驰，运送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其中有2条最重要的主干道，就像是我们国家的京广铁路和京沪高铁一样，它们一前一后贯穿了我们整个躯干。前面这条叫做任脉，后面这条叫做督脉。你一定在武侠小说里听过打通任督二脉吧？其实说的就是让身体前后这2条最重要的能量高速公路完全畅通无阻。当这些高速公路畅通无阻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就精神饱满，反应灵敏，各个器官功能强健。可一旦某个路段出现了交通堵塞，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不通，那问题就来了，能量和营养送不过去，下游的城市，也就是我们的器官，就会开始出状况。而穴位就是这些高速公路上一个个关键的交流道或服务区，透过按压刺激这些特定的点，我们就能像一个高明的交通警察一样，去疏通堵塞的路段，引导能量的流向，让整个交通网络恢复顺畅。这就是穴位按摩的底层逻辑，它不是魔法，而是一套基于人体能量流动的精密科学。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我再举一个远端取穴的例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头痛，去按摩脚底或者肩膀的某个点，头痛居然会缓解？这就像是一个城市最中心的商业区交通瘫痪了，堵得水泄不通，但是交通指挥中心发
现问题的根源其实是远在几十公里外一个上游高速公路的关键匝道口发生了连环追撞。所以你不需要跑到市中心去一台一台的挪车，你只需要派人把那个远端的关键的匝道口给疏通了，上游的车流一恢复，下游市中心的拥堵自然而然就解开了。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影响男性生殖系统的能量通道，它的关键匝道口很多时候并不在那个部位本身，而是在我们的腹部、后腰，甚至是腿上。只要找对了这些匝道口，并且用正确的方法去疏导交通，就能从根本上改善核心功能。理解了这个原理，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谈论的方法和那些所谓的吃鞭壮阳式类的民俗偏方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往往是基于以形补形的原始想象，效果存疑，甚至可能带来健康风险。而我们今天的方法是基于一套传承了数千年的完整的科学的人体系统观。在我们正式进入主题之前，我也想问问你，除了我们今天会提到的，你还听过哪些号称能增强体力的奇特方法或穴位吗？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一下，让我们一起来鉴定真伪，交流一下心得。好了，理论知识铺垫完毕，让我们从最基础的日常保健开始。就像开车上路前要先检查轮胎一样，在我们去启动那些核心引擎之前，得先确保整个身体的基础代谢是正常的。这里专家推荐了一个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听过的万用保健穴——足三里穴。它的位置非常好找，就在你膝盖外侧的凹陷处，往下大约4个手指的宽度。你用手去按，会感觉到一块肌肉的隆起，按下去会有微微的酸胀感，那就对了。足三里穴是我们人体胃经上的一个大站，主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和新陈代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身体的后勤部长。你吃进去的食物能不能有效地转化为能量，很大程度上就看这位部长的工作效率高不高。所以每天你有空的时候，比如坐在办公室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用你的拇指去按揉两侧的足三里穴，每个穴位按个3到5分钟，感觉到酸胀就可以了。长期坚持，你会发现自己的消化变好了，腿脚更有力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这一步是打基础，是为我们后续的进阶操作储备必要的能量。好了，基本功我们了解了，足三里是为了让我们全身的能量供应先顺畅起来。但你今天来到这里，肯定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调理脾胃，对吧？我知道你真正在等的是那些能够直捣黄龙的关键穴位。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从我们的腿部拉到我们的腹部，这里藏着一个启动男性核心引擎的黄金三角区。首先，请绞到你的肚脐，以肚脐为基准点，用你的手指量一下，在肚脐正下方大约2根手指宽的地方，这里就是第一个重要的穴位——气海穴。气海顾名思义，就是人体元气能量汇聚的海洋，这里是我们生命能量的一个重要仓库。接着从气海穴再往下，同样是大约2根手指宽的地方，也就是肚脐正下方4指宽处，这里是另一个更为关键的穴位——关元穴。关元关藏元气。如果说气海是能量的海洋，那关元就是海洋最深处的那个阀门，它是封存我们先天精华、维持生命根本的地方。在中医和道家的养生观里，关元穴的地位极其崇高，被称为人生第1大穴。气海和关元这2个穴位都位于我们身体正面的那条能量主干道任脉之上，而任脉与人体的生殖系统、内分泌系统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任脉的通畅与否，直接决定了男性功能的强弱。
所以保养好气海和关元，就等于是给你的核心引擎持续的在加油和保养。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方法非常简单，你可以在每晚睡觉前平躺在床上，双腿自然弯曲放松，然后可以将你的手掌搓热，用掌心或者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拳头的背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拳眼，轻轻地放在这个区域。以肚脐为中心，或者以关元、气海为中心，用顺时针的方向，缓慢的、轻柔的画圈按摩，力道不用太大，以感觉到腹部微微发热为宜。按摩的时间也不用太长，5到10分钟就足够了。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放松和专注。当你按摩的时候，试着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腹部，去感受那股温热的感觉正在慢慢的渗透进去。这不仅仅是物理的按摩，更是一种能量的引导。很多男性，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经常久坐的上班族，腹部的肌肉往往是紧张，甚至是冰凉的。这其实就是能量在这里产生了淤塞的信号。透过这样温和的按摩，我们就能够有效地融化这些淤积，让温暖的气血重新在这里顺畅地流动起来。坚持下去，你不仅会感觉到下腹部变得温暖有力，对于一些因为虚寒导致的消化不良、腰膝酸软等问题，也会有非常好的改善效果。这是在为你的身体建立一个强大而稳定的能量基地。当这个基地稳固了，我们才能谈论接下来那个最高能、最核心的终极引爆点。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穴位是今天所有内容的重中之重，也是那位双执照专家所揭示的最强的也最敏感的一个壮阳大穴。因为它的位置极其特殊和私密，所以很多人甚至很多中医师在公开场合都羞于提及，但它的效果却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穴位叫做会阴穴，会阴交汇之处，它在哪里？就在我们男性睾丸的下端和肛门这2点连线的中点位置。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极其私密和敏感的区域。为什么这个地方如此重要？因为从经络学上来看，会阴穴是我们身体2大能量主干道，前面的任脉和后面的督脉交汇的地方。它还是另一条重要经脉冲脉的起点，3脉交汇，使得这个点成为了人体阴阳气血汇集的总枢纽，是名副其实的能量十字路口。打个比方，如果任督二脉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京广高铁，那么会阴穴就相当于是所有线路交汇的那个超级中央车站。这个车站的通畅与否，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交通网络的效率。正因为它如此关键，所以对它的保养方法也必须格外小心和精准。这里我必须详细的一步一步的为你分解专家的建议，请你一定要听清楚每一个细节。第1步，找到它。这个不难，在你洗澡的时候，或者在一个私密的放松的环境里，你可以轻易的找到它。第2步，手法，这是最关键的一步。请记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和组织都非常娇嫩和敏感，所以绝对不能用力去戳、去刺、去顶，这是极其错误且危险的做法。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轻柔的画圈按摩。用你的食指或者中指的指腹，也就是我们手指上最有肉、最柔软的那一块，轻轻地放在会阴穴上，然后以非常轻柔的力道，像羽毛拂过水面一样，在那个点上缓慢地画着小圈。第3步，心态与感受。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请你记住，我们的目的是唤醒，不是攻击，是为了长期的健康保养，打通此处微妙的气血，而不是追求一时的强烈刺激。
当你的指腹用正确的温柔的方式在这里按摩时，你可能会感觉到一股非常细微的温热的能量从这个点开始慢慢的扩散开来，也可能是一种轻微的酥麻的感觉。专家在节目中明确地说，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点，如果按对了是会很有感觉的。这种感觉可能直接就表现为欲望的提升，甚至是直接的生理反应，比如勃起。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你启动的正是身体里最原始、最底层的能量开关，一个被现代生活方式所压抑、所遗忘的开关，此刻被你用最温柔的方式重新启动了。第4步，安全提醒。按摩的时间同样是3到5分钟即可，每天1次。最重要的是要以舒适为度。如果在过程中你感到任何一丝的疼痛或者不适，请立刻停止。这说明你的力道可能太重了，或者方法不对。你的身体是你最好的老师，它会告诉你什么样的力道和感觉才是对的。会阴穴的保养是今天所有技巧里的核武器，它直接高效，但又必须被小心翼翼地对待。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理机能的提升，更是让你重新学会如何与自己身体最深处的能量进行对话。学会了这个，可以说你已经掌握了提升自身能量的1半以上的秘密。但身体的秘密不只有这一处，在我们揭晓了腹部的能量基地和最私密的终极开关之后，还有一个地方不只关乎你自己，更关乎你和伴侣之间的亲密互动。这个穴位藏在我们的后腰上，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肾俞穴。肾很好理解，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是我们生命力的根源，而俞是输注的意思。所以肾俞穴就是肾脏的精气向我们身体背部输注的一个重要通道口，它的位置在我们后腰与肚脐差不多同样高度，脊椎骨旁边大概2指宽的地方，左右各一个。当你用手叉腰的时候，大拇指按到的那个酸胀点差不多就是了。经常按摩肾俞穴可以很好的补益肾气，改善腰酸、疲劳、精力不济等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方法。但今天 Suki 想跟你分享的是专家提供的一个更有温度、更富情绪的进阶用法。这个用法不是让你一个人按，而是让你的伴侣来帮你按。专家在节目里用一种非常温柔的语气建议说，男孩子在胀面的时候，女孩子可以扶着他的腰，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便用你的大拇指帮他按摩一下这个肾俞穴。请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2人最亲密的时刻，当他的双手温柔地环绕在你的腰间，他的指尖不经意的却又准确地按压在你后腰那个微酸的点上，那传递过来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刺激，更是一种无言的体贴，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他可能并不懂什么经络穴位，他只是本能的想给你一些支撑和力量，但这个小小的无心的动作却正好刺激到了你身上最重要的能量穴位之一，为你火上浇油。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巧合！这个小技巧把一个原本单纯的养生知识变成了一种可以增进伴侣感情的情趣密码。它让原本可能只是单向索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双向的给予与流动。你可以把这个知识用一种开玩笑的或者分享秘密的方式告诉你的伴侣，这会让他觉得他不仅仅是在参与，更是在帮助你、关心你。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对任何一段亲密关系来说都是绝佳的催化剂。你看，一个小小的穴位知识就能让亲密关系瞬间升温，这就是懂得身体秘密的魅力所在。
好了，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关于男性欲望开关的5个黄金穴位地图就已经完整的呈现给你了。让我们一起快速的回顾一下。首先是我们腿上的后腈部长足三里穴，它负责打好全身的基础代谢。然后是我们腹部的黄金三爪，2个核心的能量基地，气海穴和关元穴，它们为你培元固本。接着是我们后腰上那个充满情趣的加油站肾俞穴，它可以在伴侣的帮助下让感情与能量同时升温。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个位于任督二脉交汇点的终极开关会阴穴，用最轻柔的方式去唤醒身体最原始的能量。这5个穴位从腿到腹，从前到后，构成了一套完整立体的男性功能保养体系。但是在影片的最后，那位中西医双执照的专家给出了他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凌驾于所有技巧之上的终极建议。他说，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无论你用了多么神奇的穴位按摩法，吃了多么昂贵的补品，所有的一切都赢不过最简单、最朴素也最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件事，那就是睡饱觉。是的，就是睡觉。当你长期熬夜、睡眠不足的时候，你的身体连最基本的修复和能量储备都无法完成。你的肝脏在哀嚎，你的肾经在透支，你的内分泌系统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身体就像一个电量只剩下5%的手机，你却还想让它运行最耗电的游戏，这怎么可能呢？所有的穴位按摩都只是在你身体有足够原料的基础上去优化它的加工流程，但如果连原料，也就是睡眠和休息带来的精气都没有了，那任何技巧都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亲爱的，请答应我，在收藏今天这些珍贵的技巧之后，更重要的是从今晚开始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好觉，关掉手机，放下焦虑，让你的身体去做它最需要做的事情，充电。当你拥有饱满的精气神，再配合上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身体密码，你才会发现，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靠外力强求来的，而是由内而外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今天提到的这些方法都记下了吗？你也知道哦，这类能让你变强的深度内容，在平台上其实很稀有，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建议你立刻下载、保存或分享给需要的兄弟。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点个关注，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未来更多能真正帮你提升自我、读懂两性的深度内容。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今天哪个穴位或观点让你最有启发。我是 Suki，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